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7位4星斗圣联手，成功将净莲妖火封印。魂殿殿主魂灭生趁着大家气息萎靡之际，一个飞扑就想将封印着净莲妖火的黑色光柱抢到自己怀中。本以为胜券在握，魂灭生毫不要脸地感谢众人为他助力，没想到下一秒，黑色光柱就偏离了他的掌心，朝着左边飞去了。眼看着到手的妖火本源跑了，魂灭生调整身形的同时，偏头怒瞪紫妍。他知道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做出这番动作的，唯有精通空间之力的紫妍。也正是紫妍的这番操作，才给了萧炎机会追赶上魂灭生。闪掠到黑色光柱之前，萧炎刚想将光柱抓进手中，魂殿副殿主的攻击就到了。无奈萧炎改抓为拍，将光柱一掌拍向了薰儿等人的所在位置，转头与魂殿副殿主对轰。此时余下的那些存活下来的强者也加入了妖火本源的争夺战，现场一时间肉沫横飞。与魂殿副殿主对轰一记后，萧炎并未恋战，转而回到紫妍与果南海身边递上伤药。现在场中实力达到4星斗圣以上的强者大多属于虚弱期，若是紫妍二人能尽快恢复，他们的赢面将会增加许多。结果丹药吞服而下，紫妍与果南海立即开始恢复自身斗气。萧炎背后青红古翼轻轻一震，再度冲进了抢夺混战区。然而魂殿副殿主却是将萧炎盯得死死的，萧炎不欲同他过多纠缠，心念一动，就将那被他暂时降服的火奴召了过来。同一时间，薰儿、古清扬、药老等人也赶了过来，将实力达到3星斗圣后期的魂殿副殿主给拖住。腾出手的萧炎很快便再次凭借着身法优势握住了光柱的一端，然而用力一拽却没能拽动，偏过头就见光柱的另一端正被魂风握着。萧炎抬手就是一掌，狠狠朝着魂风的面门拍去。魂风看着萧炎掌心浑厚的异火，诡异的笑了，未做任何闪避，手掌一旋，直接同萧炎硬刚。融合的异火便是你自傲的东西，萧炎，今日我便让你看看他们究竟有多么的不堪一击。语毕，魂风眼瞳急速闪过一抹紫黑光芒，下一秒萧炎便发现自己的异火正在被魂风吞噬。这个家伙果然有古怪，心头猛地一沉，萧炎果断收手，旋即右脚一个飞踢，就将那黑色光柱送上天际。眼分噬浪尺，地印诀四印相融，黄泉指，黄泉掌。萧炎引动着体内浩瀚斗气，毫不客气地将一道道威力极强的斗技朝着魂风的身上招呼过去。可魂风也不是吃素的，一时间二人你来我往，拼得不相上下。魂风见久久拿不下萧炎，直接召唤出族文，将自身实力提升到3星斗圣，准备就此结束战斗。萧炎见此情况也不再留手，不仅召唤出了族文，还放出了自己那实力与本体相当的灵魂分身。萧炎大招施展火轮离火法之时，其分身的双手也急速变换。随着萧炎们的杀招逐渐成型，其周遭空间隐隐变得有些扭曲。用灵魂分身施展的黄泉天怒，威力仿佛比本体施展的还要强悍。伴随着萧炎一声去，五轮离火盘瞬间撕裂空间，朝着魂风呼啸而去。与此同时，一道惊天动地的灵魂冲击也瞬间掠出。面对黄泉天怒五轮离火盘的双重攻势，魂风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，最终不得不祭出他的终极底牌吞天镜。吞天镜以吞噬之力闻名，紫黑色光幕出现的那一刻，其周遭不管是异火还是能量，都在瞬间被吞噬成一片虚无。在魂族之时，魂风就凭借着这一招击败了无数对手，可惜这一次萧炎的攻势实在是过于强悍，吞天镜没撑多久就要达到临界值了。而萧炎与灵魂分身融合后发出的那一记灵魂音波，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吞天镜破碎，魂风受伤暴退，萧炎趁机将黑色光柱抓进手中。净莲妖火，你是我的了。感受着手中传来的细微心跳，萧炎心中掠过一抹奇异，这净莲妖火竟然已经修炼到这种地步了，简直与寻常人类没有什么区别。回神，萧炎就欲抽身离去，下一秒却是被人用空间凝固定在了原地。净莲妖火可不是你能拿的东西。魂灭生巨鹰一般飞扑而来，手指成爪，狠狠地朝着萧炎的脑袋抓去。退路被封锁，萧炎根本避无可避，那就战吧。妖火没有，火莲倒是有着一个，送给你吧。只见一朵五色火莲悄然在萧炎掌心出现，待得魂灭生靠得足够近时，萧炎紧绷的身体瞬间暴起，将手中的毁灭火莲朝着魂殿殿主的面门甩去。因魂灭生速度奇快，仅需瞬间就能逃开火莲威力最大的范围。萧炎这次没有后退，而是选择直接引爆火莲，只为最大限度的重伤魂灭生。疯子！魂灭生内心疯狂 MMP， 一个弹射就想返回，然而来不及了。一道震撼的足以让人双耳暂时失聪的巨响声之后，是一片出奇的寂静。
随后才是足有数千丈庞大的火焰风暴席卷开来。魂风看着面前庞大的火焰风暴，暗叹自己全力都不一定能够接下来。将近10分钟后，巨大的火焰风暴方才缓缓散去。你也太疯狂了，若是被搅入其中，你也会被火莲毁灭。带着萧炎从虚空中踏出，紫妍怒瞪萧炎。萧炎无奈一笑，没有说什么，随后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突然抬头看着某个地方。魂灭生果然没有死，不过毁灭火莲还是叫他受了一些伤的。抹去嘴角血迹，魂灭生不屑地笑道：“不愧是能够让得我魂殿屡次失败的人，的确是有些让人刮目相看。不过你也只能止步在这里了。”语毕，魂灭生抬起手掌，轻轻变换了一个手印，旋即他的气息便暴涨到了5星斗圣初期。见此情况，萧炎等人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。若是魂殿殿主仅仅是4星后期的话，果男孩与紫妍联手并不惧他，可如今他们2人已然没有了胜算。你达到了5星斗圣，竟然还敢出手，当真是远古种族的约定与无误啊！古男孩臭着脸道。魂殿殿主闻言不以为耻，强行狡辩说自己不过是半只脚踏入了5星斗圣层次而已，算不得破坏约定。闻言，萧炎都气笑了，魂灭生却是目光一凝，一步步地朝着萧炎等人逼近。魂灭生想逼萧炎交出净莲妖火，紫妍自然是不依的，放出一条金灿灿的黄金巨龙，就想逼退魂灭生。可惜魂灭生仅仅是屈指一弹，轻点虚空，就将金龙给震碎了。闷哼一声，紫妍连退数步，嘴角溢出丝丝血迹。众人见紫妍受创，不由得变了脸色。这5星斗圣与4星斗圣后期之间的差距竟如此之大吗？将妖火本源交出来，本殿看着先前联手的份上，让你们安然离去。魂灭生将双手负于身后，装起了13，好不容易将妖火本源抢到手，萧炎怎么可能轻易放弃？魂灭生见此冷笑一声，脚步猛地一踏虚空，下一秒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，一掌朝着萧炎的天灵盖拍去，小辈受死！魂灭生面露狰狞，只见这一掌就要拍了个结实，一只干瘦手掌却是极为突兀的出现在了萧炎的头顶，屈指一弹就将那魂灭生的手掌给弹飞了。无知后辈，岂容你说死便死！一道身着普通衣衫的人影立于萧炎身后，此刻萧炎原本隐藏着的王牌终于是出手了。萧晨先祖迅速回神，萧炎悄悄地松了一口气，他也是魂族的人吧？压着声音，萧晨淡淡的道：“萧炎忙点头，那便杀了。萧晨没有丝毫犹豫的道，眼眸微眯，魂灭生意识到了面前这人可能是萧族之人，可萧族都已经破落成那般模样了，哪里来的斗圣强者？你究竟是何人？魂灭生厉声喝道。萧晨却是不想同他废话，将萧炎护在身后，一步步朝前踏出的同时，其周身气息也随之暴涨，直至停留在5星斗圣中期。只见萧晨手掌虚虚一握，不过瞬间便凝成了一柄巨大血斧，随后那柄血斧便带起阵阵音爆，朝着魂殿殿主3人怒劈而下。魂灭生见此情况，飞速将身后的魂风2人震退，之后便从嘴中吐出了一个约莫半丈大小的黑色光球。那光球里面有无数的灵魂在叫嚣着，本来是要炸开的，可惜还没来得及就被血斧一劈2半了。魂灭生顿时一口鲜血喷出，神色都萎靡了许多。萧晨却没打算轻易放过魂族之人，手腕一翻，刷刷刷，又是3斧劈出，正是他的成名之计破天3斧。只见3斧几乎连成一片，常人仅仅能用肉眼看到天空之上一道红影掠过，唯有魂殿殿主这等强者方才能够清晰地看到3道殷红的血线正在以一种极端恐怖的速度袭来。不得已，魂灭生放出了自己的保命之计魂葬之术，接连引爆了自身灵魂的2条手臂之后，魂灭生才以惨痛的代价接住了萧晨的这一击。待得黑雾散去一些后，萧炎等人看着魂灭生从肩膀到腰腹大敞着的皮肉，很是震撼。萧晨却是有点惊讶，魂灭生竟然还活着。要知道，在他那个年代，不知道有多少强者陨落在这一招之下。不过，魂灭生能接得住1次，还能扛得住第2次吗？目光阴森地盯着萧晨，魂灭生迅速掏出药液疗伤，旋即手印一结，召唤出黑光囚牢，将自己与萧晨2人困住，怒喝道：“魔老，看了这么久的戏，总该出手了吧？”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您再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